1998年10月26日，加入日本佐贺县鹿岛市的高中1年级学生山口基泽非常高兴，很久不见妈妈的笑脸，突然和她说今天要带她去长崎县小长町钓鱼游玩。虽然那个经常威胁和打骂她的继父也会同行，但她还是止不住的开心。当天晚间22点30分左右，天气有点冷。吉泽的母亲山口梨子以吃颗感冒药为由，让吉泽吃了一颗胶囊状的药丸。吃完感冒药的吉泽，半个小时后感觉困意来袭，就在钓鱼的码头睡了过去。次日凌晨0点30分左右，正在熟睡的吉泽突然惊醒，醒来时发现自己身边全是海水，身体也开始不自觉地往海水深处下沉。来不及思考的吉泽本能地开始划水扑腾，向岸边拼命游去。拼尽全力，眼看就要到达海边的吉泽，看到妈妈正面无表情地和继父站在岸边，向自己看来。还没等吉泽反应过来，张嘴叫妈妈救我，只见妈妈和继父突然冲向自己，用力把吉泽的头往水里摁去。吉泽感觉到妈妈很用力，很用力。他几次把头将要伸出水面的时候，又被摁了回去。你这个混蛋！这是吉泽留下的最后遗言。直到死，他也没有弄清楚。妈妈呀，妈妈，我可是你亲生的儿子呀！您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那一年，山口基泽16岁。古语有云：“虎毒尚不食子。”我勒个去！这个把亲生儿子拼命往水里摁的山口基泽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今天，我们就一起关注这起发生在日本长崎县令人匪夷所思、大跌眼镜的亲生母亲弑儿案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万象奇谈》，我是大象。要搞清楚整个事件的真相，我们需要先从被害少年山口基泽的母亲山口梨子讲起。1958年10月22日，出生于日本佐贺县盐田町的山口梨子排行老小，上面还有2个姐姐。在当地小学、初高中毕业后，顺利地考上了本地的一所短期大学。1979年3月。短期大学毕业后，他在佐贺县鹿岛市的一家医院里，一边做见习护士，一边考入了护士学校，而且很顺利地取得了护士助理执照。山口梨子之所以这么用功，那是因为他从小到大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尽快逃离他的原生家庭。梨子的父亲是盐田町本地的一名警察，母亲是名针灸师。梨子对办案的长崎警察说，父亲是个严肃的人，不苟言笑。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，喝完酒就是当着梨子和姐姐的面暴打他们的母亲。有时梨子和姐姐也不能幸免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母亲还能护着姐妹3个，但是后来父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母亲被打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，也就顾不上他们了。梨子说：“爱，什么是爱？母亲和父亲没有教过我。”此后不久，山口梨子通过朋友介绍，认识了在佐贺市一家电信公司上班的第一任丈夫野中胜彦。深受原生家庭影响的梨子非常渴望拥有自己幸福的家庭。梨子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正在对她展开猛烈攻势的野中胜彦。胜彦听后满口答应了梨子，婚后必然好好工作，好好养家。就这样，认识不足2个月的2个人于1979年12月闪电结婚。梨子也从工作的医院离职，同时办理了护士学校的退学手续。1979年9月，就在婚前，胜彦过继给鹿岛古上田的远房亲戚山口空代，自此改名山口胜彦。1980年9月6日，梨子迎来了他们的长子。此时的山口胜彦虽然有点懒惰，不太分担梨子的生活家务和照看孩子，但也还能勤勤恳恳地上班工作。梨子算是过了几天安生的日子。2年后，也就是1982年的5月24日，他们的次子吉泽出生。这个孩子，也就是我们影片开始提到的那个16岁高一少年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胜彦突然开始痴迷弹珠、赛车等赌博活动，为此经常夜不归宿。1988年11月25日，梨子的长女出生。讨厌家里孩子吵闹声的胜彦，不久后就在小酒吧里认识了一名叫 Echo 的已婚女人，并且2人开始约会。有一天 ，Echo 告诉胜彦，她决定和丈夫去鹿岛市开家小吃店，你能不能借点钱资助一下？正被精虫上脑的胜彦二话不说就借了120万日元给他们开店，随后还经常光顾。1999年4月，Echo 与丈夫离婚，但在次年，Echo 的丈夫突然找到了胜彦，
要求支付150万日元作为赡养费，声称就是由于你们的婚外情，才导致我们夫妻离婚，要求盛宴必须给钱。然而 Eiko 的丈夫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满足，他威胁盛宴：我越想越生气，你必须让你的妻子陪我睡觉，要不然你休想好过，我会把你们的丑事闹得人尽皆知。生性胆小懦弱的盛宴居然没有多想，就一口答应了。他还亲自把梨子带到了旅馆里，在那里梨子被迫成为 Eiko 丈夫的情妇。梨子说：我和山口盛宴谈过，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，扔下了一句忍忍就过去了，摔门而去。2001年，梨子被要求去 Eiko 与其前夫开的小吃店工作。虽然 Eiko 与前夫已经离婚，但 Eiko 仍然以女主人自居。呵，我就乐了。这个山口盛宴明摆着是给这两公婆给算计了。这个贱男不光渣，而且笨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天下的渣男不会都这么笨吧？好像电视剧就是这么演的。此时的梨子对盛宴失望至极，提出离婚。丈夫盛宴自知理亏，不与其分辨，而是回家搬出了盛宴的生母对付梨子。盛宴的生母威胁梨子说：如果你坚持离婚，不仅你得不到1分钱，以后你也别想再你的3个孩子了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梨子还意外地得知盛宴以她的名义在外面欠下了高额的借款。自知四面楚歌的梨子离婚无望，但对盛宴怨恨的种子开始深埋于心。梨子心想：你这个孬种盛宴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这下可不得了了。梨子心生一计，对呀，离婚不成，那你就去死不就好了？既然要你去死，那就让你死得有价值。山口梨子给盛宴买下高额的保险金，并将这个计划告诉了 Eiko 的丈夫，并请求他的合作。这个男人也是个外强中干的怂货，占人妻女的事情他敢做。这一听说要出人命，立马回绝了梨子。世间的事情很难言明，或许冥冥中自有天定。就在梨子彷徨无助、无力应对的时候，一个叫外尾纪夫的男人出现了。梨子注意到，经常到店里光顾的一个中年男人，出手大方，为人仗义，似乎 Eiko 的丈夫也很怕他。关键是，每外尾纪夫看向梨子的时候，总能让人感觉到那火辣辣的眼神里似要把梨子吞没。这可不是巧了吗？郎有情，妾有意。很快，两人发生了肉体关系，只是梨子并不知道。眼前的这个看似情深意重、深情款款的外尾纪夫，也是个靠女人吃饭的家伙。沉迷赌博不说，也是外债高筑。不过有一点蛮好的，因为外尾的介入，梨子彻底摆脱了 Eiko 丈夫情人的身份。此时的梨子似乎也深深地爱上了外尾纪夫。家人们，这并不难理解。想想看，深陷泥潭的灰姑娘遇上了上天派来拯救自己的白马王子，这可不就是爱上了吗？1992年8月底，梨子知道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位，速把心中想要离开山口盛宴的想法告诉了外尾纪夫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，外尾纪夫居然恶狠狠地回复他，那也不能便宜了他。对于杀人骗保的计划，两人几乎是一拍即合。1992年9月10日晚间8点钟，梨子在山口盛宴食用的咖喱饭里放下了大剂量的安眠药。随后，盛宴被外尾纪夫运送到佐贺县富士通郡多良町的海堤。次日凌晨0点30分，正在酣睡的山口盛宴扑通一声沉入了海底。佐贺县警察局将其视为意外事故，虽然也曾对于死因存有诸多疑虑，比如盛宴落水的地方没有足够的水位将其淹死，裸露的石块竟然没有对其造成任何外伤，但最后仍然以意外事故盖棺定论，甚至没有进行司法尸检。随后，梨子和外尾纪夫很顺利地拿走了超过1亿日元的财产和保险金。不过，沉迷赌博的外尾并没有让这些钱在身边停留很久。还掉两人3000万日元的债务后，外围很快把钱花在了赛车等赌博项目上。没有钱都要借来赌，何况天教不义之财，他还不得可着劲的折腾。时至1993年7月的时候，也就只剩下几万日元。1995年7月，梨子母子4人加上外尾纪夫，一家5口开始拮据过活。即便如此，已经养尊处优、被不义之财喂养习惯的外尾纪夫，哪还懂得赚钱养家？一家老小仅靠梨子在酒吧卖笑艰难度日。
1995年年底，外围继父对李子提议，要不然咱们再搞一票保险。说完，外围继父指了指刚刚从学校回家的次子山口吉泽。3个孩子，外围之所以选择吉泽，因为吉泽非常不喜欢外围，两人性格严重不符，也是因此经常与其发生冲突。吉泽经常在外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被暴打一顿，吉泽的脸上总有擦伤。有一次，他的鼻骨骨折，吉泽为了面子，只对别人说和人打架弄伤的。根据后来佐贺警方的调查，邻居说，经常看到吉泽很晚的时候还在路灯下看书，下雨天还要遛狗。邻居隐约怀疑这个孩子可能被家暴了，不想回家。李子对于外围的想法一开始被吓了一大跳，强烈反对对吉泽下手。然而，在外围继父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下，李子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。李子心里有个想法，或许我可以和外围断了关系，并开始考虑用杀死吉泽骗保得来的保险金，带着长女和长子独立生活。1998年8月下旬，跨越人伦纲常的罪恶计划开始实施。李子骗吉泽说去抓鱿鱼，我给他喝的饮料里下了安眠药。外围继夫在车里开了用来抓鱿鱼的毒气罐。然而，此时的李子始终还是无法对自己的孩子痛下杀心。离开后不久，他把计划告诉了大儿子，让他抓紧关掉毒气罐，及时阻止了悲剧的发生。这一次，在李子最后良知的驱使下，没能成功。事后，外围继夫非常生气，他一边骂李子是个婊子，一边无缘无故地对吉泽拳打脚踢。吉泽自知这个疯狗又开始发疯了，不吱一声。李子知道这个事情还没结束，李子为平息外围的怒火，提议抢劫一个曾经担任管家的老妇人。1998年9月29日晚上8点，外围继夫蒙面潜入了这位管家妇人稻田的住所，威胁稻田7个多小时，拿走了13.7万日元现金和6条项链，合计约120万日元。这次的抢劫事件虽然没有被警察抓到，但是已经被金钱迷眼的外围觉得这点钱还不够他跑一趟赌场的。面对暴怒之下的外围，李子也深信已经别无选择，只能杀死吉泽，骗得3500万日元的保险金了。1998年10月26日晚间10点30分左右，我带着2儿子来到了长崎县康纳盖镇的码头抓鱿鱼，给了他1颗安眠药，让他睡着了。次日凌晨0点30分左右，熟睡的吉泽被外围继夫扔进了海里。李子在警察局里这样说道。于是家人们，我们就看到了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发生的那惨绝人寰的一幕。在杀死吉泽后，李子开车到了附近的全家，并要求拨打911报警。当长崎警方到达现场后，立即要求小长井水产合作社派船搜查。40分钟后，吉泽的尸体在距离码头50米处被发现。现场参与打捞吉泽的合作社成员对长崎警察说：“这孩子明天不是还要上学吗？怎么还要来抓鱼呢？再说了，这个季节也不是抓鱿鱼的季节呀。”这一次，李子成功了，但他也跑不掉了。长崎县警察通过调查发现事情太过蹊跷了。高一男生山口吉泽过世不久，他的母亲就要求保险公司支付高额保险金，但6年前同一个女人就领过一次，由于她的前夫也是意外落水，而获得了1亿多日元的保险金。保险公司速感不妙，立即报警。长崎警方这次决定对吉泽进行刑事尸检。司法尸检的结果显示，吉泽的身体中发现了安眠药的成分，并非落水后溺水而亡。山口李子伙同外围继夫杀子骗保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。随后，警方走访调查时发现，山口李子除了给次子吉泽购买了高额保单外，还为其19岁的长子投保了4000万日元，10岁的长女投保了2500万日元，并且多次为其长女投服安眠药。被发现，警方在走访邻居时得知，李子的长女曾对邻居说过：“接下来就应该杀我了吧。”2000年2月15日，山口李子外围继夫杀夫弑子骗保案在长崎地方法院开庭，共计庭审32次。2被告对检察官指控的罪证均表认罪，但对犯罪的主从关系存有较大争议。
被告人山口梨子主张，两起案件均由外围继夫主导，外围的供证自然与其相悖。2003年1月31日，长崎地方法院判处两被告死刑。法官当庭表示，发起并主导此案的被告山口梨子负有更大的责任。山口辩称，那是为了逃避被告人外围的暴力。法官驳回了山口的辩解，这是极其自私的，以牺牲儿童为代价。杀害儿童是令人发指的罪行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联系是不可接受的。山口梨子当日提起了上诉，外围继夫也于同年2月14日提出上诉。2005年10月25日，福冈高等法院进行上诉庭审。被告人山口玲子的长子和长女提交了一份请愿书，用以挽救他们母亲的生命。法院终审，山口梨子被判无期徒刑，外围继夫死刑。2004年，在高等法院作出仲裁之前，山口梨子遇到了一名被关押在同一看守所的男子，并与其结婚。截至2020年9月27日，外围继夫作为死囚被关押在福冈看守所。姻缘、牵绊、情分、血缘关系，或许我们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形容词来形容我们与母亲之间的关系，但我们就是觉得自己和母亲之间有着斩也斩不断的牵连。就算换了地方住，母子两人今后也会在人生的道路上相互扶持。母亲，多么温暖而美丽的词汇！看完这个故事，或许我们会一时语塞，无力言语。本案的山口梨子或许玷污了这个圣洁的称谓，但也请你一定要相信，怀才者的自怜是天鹅的挽歌，平庸者的崩坏是野兽的绝叫。以上，感谢收看今天的万象奇谈，记得关注万象的频道，平安喜乐。